管城中学店里，海童坐在收银台里，用手机刷着文。沈小军坐在他的对面，手里捧着一本言情小说，得津津有味的。自己开店，想什么呢？方便得很。沈小军几乎光了店里的那些言情小说，有时候海童都打他，那么喜欢，干脆就自己动手写吧。童童这本小说的男女主也是闪婚的呢。沈小军放下了小说，笑道：“和你很像。”海童他两眼，闪婚的人多了去啊。你也说小说里的女主闪婚，都是闪个亿万富翁，我的闪婚对象就是个打工的，哪怕站印在大集团当白领，大小也是个总，依旧是个打工人。你呀，别老是小说，我怕你得走火入魔了，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因为你会拿现实里的男人跟小说里的男主做比较，那是没法比的。像小说里男主那样的男人，仅限于小说里。现实生活里是很少有那种年轻的、英俊多金的、又专情的大总裁。小说打发时间吗？我又不像你还会编织小玩意儿。沈小军合上了本，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想刷刷有什么文。他一般喜欢上微博热搜，打开微博，依热搜榜到一条热搜，马上对海童说道：“童童，你快微博热搜，有什么大文？”海童就是瞟了他两眼，没啥兴。他有微博，不过很少去经营，粉丝数只有2位数，偶尔他会在微博上发一些他编织的小玩意儿，那些粉丝都是他的忠实客户。有人向战家大少爷表白了。哦，海童依旧没有兴，在他来，他与战家大少爷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的。那既然不会有交集，他何必浪费时间去关注这样一个人物？我听说很多人喜欢战家大少爷的，毕竟是战氏家族的当家人，又是战氏集团的当家总裁，全身镶钻呢，嫁给他那真是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公开表白，大胆追求战少的女人，也是来头不小呀。海童，你猜猜是谁？反正不是你，也不会是我。沈小军一噎，说好。天大的挂文，你怎么一点星都没有？是商氏集团老总的亲妹妹，唯一的妹妹呢。商氏在咱们管城那是仅次于战氏的大集团，就是两家关系不太和睦。没想到商小飞居然上了战少，还大胆的表白，公开的追求，不愧是商氏的千金啊，就是有底气，有勇气。海童凉凉的道：“上次我们还讨论了战少，怀疑他有问题，商小姐追求他，不会有结果的，让商总去追求战少，说不定还有个结果呢。”沈小军，商总已婚，大婚时那婚礼是轰动全城的。如今商总夫妻俩非常恩，在管城，商总宠妻也是出了名的。沈小军觉得商总就是小说里的男主角，年轻、俊美、多金。战少要是个有问题的，那商小姐一片痴心就要付之东流了。沈小军可惜地道，难得有人敢公开向战少表白的，没个结果，让人好生失望。话说，战少真的有问题吗？海童好笑的道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他们也就是怀疑而已。当然，要是战少接受了商小姐并结婚，倒是证明了战少是个正常的男人。不过与他何干？他连战少的挂文都不感兴，也就是沈小军喜欢挂文，时不时的在他面前唠叨几句，他才知道一些本事的大文而已。不想和好讨论这种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挂文，海童拿出工具，准备编织他的工艺品。沈小军嘀嘀咕咕的，依旧载着热搜，着他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很快，他一巴掌拍打在收银台上，啪一声响，把海童吓了一跳。小军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吓我一跳！可恶啊，太可恶了！沈小军被气得不轻，他起身把手机递到好面前，愤恨地道：“童童，你快，这条热搜说的是不是你和海玲姐？他们指名道姓，还放上了一张相片，我那个相片上的2个女孩子像你和姐妹俩，他们居然说你姐妹俩不孝，不认亲人，只顾着自己享乐，连奶奶患病也不闻不问，10几年来都没有回去望过老人家，说什么老人家生病就是思念你们这2个孙女的缘故。”闻言，海童眉眼一跳，他迅速地拿过好的手机，
卓好说的那条微博热搜一相片，还真是他和姐姐儿时的合影照被发微博的人发出来了。在那些内容，海童那个气啊，不用问也知道发这条微博的人是他老家的人，就是不知道是他哪位堂哥了。微博内容既指名道姓，还放上相片，甚至连海童的手机号码都放了上去，把姐妹俩描写成不忠不孝的人，说老人家含辛茹苦地养大姐妹俩供教学，他们却多年不归家，多么的不孝顺，老人家都患了重病。不过是临死前想见一见孙女儿，孙女儿也心狠的不肯见老人家，反正就编得像真的一样。微博内容的最末端还呼吁广大网帮忙联系海童姐妹俩，让姐妹俩尽快赶到这个管城中心医院见奶奶最后一面。海童完后气得手都在抖，他没想到那些人如此的不要脸，居然上微博上抹黑姐妹俩，还上了热搜，应该是花钱买的热搜，想毁了姐妹俩的名声。虽然呢，她姐妹俩都是很普通的人，但对方这样做啊，就会替姐妹俩招来键盘侠的攻击。那些打着正义旗号的键盘侠不会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何，只知道躲在网络后面对他们大肆的攻击谩骂，最后形成网暴。15年过去了，他那些所谓的家人依旧像15年前一样厚颜无耻，心狠手辣，对付他姐妹俩毫不留情，半分不念亲情。为了逼他拿钱给老太婆治病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。彤彤，你还好吗？沈小军好恨极的样子，颇为担心。海童不说话，他在翻评论，底下的评论都是在骂他姐妹俩不孝的，估计是请了不少水军带节奏吧。海童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起手机，到来电显示是姐姐，便接听了。彤彤，你到微博热搜了吗？他们太可恶了。海玲也被气得不轻。当年父母出事双亡的时候，她已经15岁了，记得的事情比妹妹更多。她的爷爷奶奶、叔叔伯伯们对姐妹俩有多无情，她都写在日记里，那日记本她还保留着呢。没想到他们会颠倒黑白，抹黑姐妹俩。他们又不是现在才这么可恶，以前就是黑心肝的人啊。我现在就去网上解释吧。海玲说着就要挂电话，被海童叫住了。姐，你不用去解释，等这件事闹得再大一点，我们再回复，把他们的脸皮都撕下来。他们把我们姐妹俩的相片以及手机号码都公布了，我们也要做点功课，拿出点证据来，才能狠狠地打他们的脸。彤彤，你想怎样做，姐都全力配合。对了，姐当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以前写的日记本我都保存得好好的，他们当初怎么对我们的我都记着呢，要不要把那些日记发到网上去？海童没想到姐姐还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说道：姐，你把日记本送过来给我，等我整理好了，反击他们的证据了，再去网上写一个长长的博文，传上证据，保证让他们后悔用这一招。他们以为用互联网来攻击他们，给他们带来网暴，他就不会还手吗？好，姐，这件事你不用出面，我来处理。你有杨洋，怕那些水军丧心病狂的对你和杨洋造成伤害，这几天你不要上网，你的手机可以先关机，或者你去换一个的号码，我们用号码联系。海玲不愿意，这是咱们姐妹俩的事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面对？姐，我比你更无后顾之忧，你不怕，但杨洋得保护好。他这么小，谁知道那些人会不会祸及家人？多少网暴都累及了家人。海童主要考虑到外甥太小，怕会被连累到。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现在就把手机卡取出去，重买一张手机卡，再与我联系。好。海玲应着，我现在就去你的店里。海玲可以换手机卡，但不愿置身事外。哎，姐妹俩刚结束通话，海玲就接到了丈夫打回来的电话。周红林在电话里骂她，网上的博文是你老家的亲戚写的吧？当初不是叫你和那些亲戚断绝往来吗？你自己怎么样？我不管，你别连累了我和杨洋吧。特别是他现在是个经理，收入比以前翻了不知多少倍。要是被那班吸血鬼知道了，谁知道会从他这里吸多少血？海玲听着丈夫铺头盖脸的一顿骂，又气又心凉，她冷冷地道：放心，
我的事不会连累到你。当初我那样对他们，就没有想过与他们联系，是他们厚颜无耻的赖过来，想让我们姐妹俩负责奶奶的医药费。周红林骂过后，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时候说那些话很无情，缓和了口气，说道：海玲，你也写篇博文澄清一下，我帮你花点钱请点水军，把你的博文也推火，反驳他们，不能让他们这般的颠倒黑白。他现在是厌恶了海玲，就不得不说一件事，海家的亲戚是真的颠倒黑白。当年他和海玲结婚时，那些极品坐了2辆汽车过来，浩浩荡荡的几十人，要求他拿出彩礼30万给他们，否则就不同意他和海玲的婚事。他和海玲是大学同学，相恋多年，很清楚海玲姐妹俩走到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么多年来，海玲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骂过那些亲戚们，她虽恨他们，但不嘴碎。可是那些人15年前欺负2个孤女，后面还好意思来找她要彩礼，实在是太过分。海玲赶走他们，也不请他们来参加婚礼，坚决不让她给他们1分彩礼钱。海玲说他们没有养过她，与她无恩，她嫁人，他们想来喝杯喜酒，她欢迎，想要彩礼没门，她的婚事也轮不到他们来做主。父母双亡后，他们家的户口本就由她成了户主。她嫁人后，户口迁入到周家，便只余下妹妹一个人在户口本上。这件事我和彤彤会处理好，你尽管放心，不会牵连到你的。要是他们把你爬出来找你要钱什么的，大不了我们离婚，那样你与我没有关系了，他们就不会抓住你不放。周红林听出海玲话里对他的失望，他忙道：海玲，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离什么婚？我主要是担心杨洋，他也想离婚，就是心疼儿子太小，离婚的话，就算他得到了抚养权，杨洋给谁带？等杨洋再大点了，不需要海玲细心照顾，他再和海玲离婚。佳妮总说他是不会没名没分的当他的情人的，他要是真的，他就和海玲离婚，娶了她。周红林被叶佳妮吊足了胃口，对他那是千依百顺。在海玲这里，他多1分生活费都舍不得给，还要和海玲 AA 制，对叶佳妮却是大方得很。2个人约好了，今晚要去5星级酒店吃饭。行了，我先上班，有什么事儿再打电话给我。周红林不等海玲回答就挂了电话。相较于周红林的恨不得划清界限，战印就体贴多了。战印是没空去关注这些的，不过他让苏南调查过海家人，苏南便让他的小蜜帮他留意着，是小蜜到他们战总的娱乐热搜后，不经意点开了海家控诉海彤姐妹俩不孝的热搜，马上就报给了苏南。苏南赶紧打电话给他的上司，战印才知道。早在翻海家人的资料时，战印留意到海志明认识不少干媒体这一行的朋，就猜到海家可能会利用网络舆论来道德绑架海彤，还真让他猜到了。他没有打电话给海彤，而是直接把手里头的工作交给了底下的人，他直接开车过去找海彤。他到了店的时候，海彤已经被很多左邻右舍围着，不是骂他，而是问他原因，是不是真像网上说的那样。咱们都在这里开店那么多年了，彤彤是什么品性的人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那网上绝对是乱写的，颠倒黑白的啊。海彤没有过多的解释，是沈小军见不得别人误会好，极力的替好解释。他把海家人当初是怎么对待海彤姐妹俩的事情说出来，又把现在海老太太生病后，海家人要求海彤出所有医药费，还要海彤报销这个堂兄弟们来回的车费、油费什么的，这些事情都说了出来。海彤的人品那也是有目共睹的，就算有生意竞争的其他店老板都觉得海彤不像是不孝顺的人。待弄清原委后，他们气得骂街，个个都说要马上上网跟广大网解释，不能让海家人得逞了。见过无耻的人，没见过像海家那般无耻的。不就是欺负海彤姐妹俩父母双亡了吗？到战印来了，沈小军碰了碰在写着什么的海彤。从这件事发生后，海彤没有关机，也没有换号码，不过来电只接熟悉的人的陌生号码，从不接听。那些往私信他发来很多带着教育性的短信，海彤一律不。他很冷静，在纸上写着反击的策略。彤彤，
你家那位来了。沈小军对战印的好感瞬间飙上来，好一出事啊，战印就赶来了，哪怕是闪婚，也是个有担当的丈夫。海童抬头望去，果真到战印迈着沉稳的步伐进来，很快他便站在他的桌前了。沈小军主动的避开，战印先是审视着海童的状态，见他平静得很，他放下心来。在收银台上的那张纸，他伸手拿起了那张纸来，完后他在他的眼神多了一抹赞赏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海童问道。说实在的，刚刚卓战印走进来，海童的心是被暖到了。他跟他说过啊，凡事有他呢，他还真是做到了。他这边一出事，他马上就赶过来。我担心你，过来。战印声音低沉，道你状态很好，我放心很多。你是请假的吧？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奖金？海童还有心情担心战印的奖金，他是大集团上班的，奖金肯定很高。海童觉得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影响到他的工作，他会觉得过意不去的。战印淡淡的道，我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大小也是个领导，上班是比较自由的，你不用担心会影响到我的工作。奖金再多都是身外物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走吧，我陪你回老家走一趟吧。海童默了默后便答应了由他陪同。他绕出了收银台，扬声对好说道，小军，我出去一下，店里就交给你了。还有我姐过来时，你帮我安慰安慰我姐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叫她不用担忧。好。沈小军叮嘱好几句，目送着好跟着战印一起出门。坐在战印的车上，海童问着战印，战先生，你有认识干媒体这一行的朋吗？有，你需要他们的帮助吗？海童说道，我回老家一趟，是把我叔伯们的住房都拍下来，要是有第三方见证一下，更给力。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那些叔伯堂兄弟们到底在从事什么工作。爷爷奶奶现在住着他父母当年建好的房子里，他也要把两位老人家居住的现状拍下来，总要一点一点的反驳回去的，还要有证有据的。至于现在网们怎么骂他热议他，他都不管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吧。现在那些水军带着节奏，让网骂他姐妹俩骂得越厉害，等到事情反转过来，觉得被利用的网们就会更加的愤怒，转而去骂海家人。他们现在怎么对他，他就怎么还给他们。我让朋们帮你调查一下你堂兄弟们的工作以及收入情况，等你拍到他们的住房情况后，回城里了，你就把当年的事情全都写出来。要是你文不够用，我可以找人帮你带，你口述就行。谢谢，不用别人带，我也不用编写博文，我姐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当年发生过的事，她都写在日记里，日记本还保留着，把我姐写的日记拍下来放到网上去，让大家知道当年发生过的事情。还有我爷爷奶奶当初分走我爸妈的赔偿款时跟我们签的协议，一式3份，村委会那里有一份，我姐妹俩这里一份，还有他们那里有一份，把那份协议也发到网上去，谁对谁错，公道自在人心啊。海童压根儿不慌，村委会那一份，要是村委会肯帮你发到网上去，更有说服力。我和我姐离村甚久，又不在那里生活，他们不可能帮着我们的。我爷爷说我二堂哥年收入100万，就是混得不错，一条村都是一个家族的，他们又混得极好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村委会是偏帮着他们的。战印沉默地开着车，知道海童说的是事实，就凭着我姐的日记以及我们手里这份协议就足够了。战印没有说话，他决定等会儿到了服务区就停一下车，然后找个机会打电话给苏南，让苏南帮他把这件事办好，务必要让村里年老者、知情者都替海童说话。以苏南的能力，就算他不露面，他也能办成的。苏南也别怪他用上苏南这把牛刀，他比海童更清楚人心的险恶，仅是凭着海童的那些证据，还是很容易翻车的。只要海家人那边否认协议的真实性，姐妹俩就没那么容易脱身。只有让那些知情者都替海童姐妹俩说话，证实是海家人对不起姐妹俩，那样姐妹俩才能彻底的反败为胜啊。还有海之明利用的那几个媒体人，他也让苏南找人封杀他们。感动他战印的女人，就是再打他战印的脸，他要是不让那些人逍遥自在的，
靠着文字颠倒黑白、扯是造匪的，他就不是战印。战先生，谢谢你。海童不知道身边的男人已经动了怒，要把那些人都封杀。他是由衷的感激战印能在这个时候过来陪着他，并与他同一阵线。战印沉声说道：“现在我们还是夫妻啊，夫妻是一体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”海童怔了怔，还是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多少夫妻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？咱们是闪婚夫妻，没有感情，婚后也才10天半个月的，你都愿意与我一起面对这件事，我就很感激你。处理不好，这件事是会影响到他身边人的。我姐和我姐夫是多年同学，又相恋多年才结婚，有了儿子。知道我姐妹俩被人送上热搜后，还是负面的热搜，我姐夫的态度就不是很好。”战印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“海童，你不能拿你姐夫来和所有男人对比，那样对其他男人是很不公平的。千人千面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他觉得周红林对海玲的感情变质了，只是他一个当妹夫的，还是个没有坐稳妹夫这个位置的人。在没有证据之前，他也不敢说周红林出轨了，就是直觉觉得周红林有问题。也是，姐姐的婚姻让海童对情、对婚姻都有了点排斥，还好她的男人还算过得去。虽说有时候呢，他的做法也让他觉得自尊心受损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战印却很有担当。想到好打他的话，既然他和战印签了半年的协议，何不在这半年内试着培养夫妻感情？前方有个服务区，你要上洗手间吗？我的车也要加点油。海童没有意见。车子在行走了几分钟后，战印便把车开进了服务区，在停车场上停好车。夫妻俩一起下的车。不过战印就是去洗了洗手，就回到车上打电话给苏南。在苏南接听电话后，他低沉地吩咐苏南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要让海家村当年的知情人替海童说话。苏南，这种小事情我打个电话出去就能办妥，又是小事，用他这把大牛刀。毕竟他安排人调查了海家人，那自然是与海家村的人接触过的。嫂夫人打算怎么做啊？事关他们总裁夫人，苏南多嘴问了句。其实呢，他是挂，准备好充足的证据，证明他们都是有能力支付医药费的人，再拿出当年签的协议，以及当年他们是如何对付姐妹俩的证据，有村民替他们说话，这件事便能彻底反转。嫂夫人倒是挺冷静的，思路清晰，有理有据，有你之风。战印听得嘴角抽了抽，没好气的道：“他怎么就有我之风了？她是你老婆呀，你们相处时间长了，她不就受到你的感染吗？变得成熟沉稳吗？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，怎么夸她聪明冷静，你还不高兴了？还是你想到其他方面去？”后面那句话就是带着调侃的。战印想挂电话，帮我派人去医院，海家老太太现在什么情况？知道了。苏南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又问他：“我帮了你这么多忙，等你回来后，我能休假1周吗？顶多休假1天，你要是休假1周，外界的人会怀疑你要被我炒鱿鱼了。商无痕还等着撬我墙角呢，怕他撬了个空，恼羞成怒了，所以你只能休假1天。当然，你要是需要去相亲、闪婚，我可以多给你1天假。”苏南直接就挂了上司监好的电话。想带歪他？没门嘞！战印闪婚，那是被他奶奶逼迫的。战奶奶钟海童喜欢的不得了，连宝贝大孙子的婚事都能牺牲。吩咐苏南之后，战印重下车去买了点吃的。等海童回到车上时，他把买来的美食递给海童，说道：“这一来一回的也需要点时间，你先吃点东西，别为了一点小事饿坏自己的胃。你吃过了吗？”战印嗯了一声，他粗略地吃了一点，让自己不至于很饿，想吃饱，这些小食不合他胃口。既然他吃过了，海童便不跟他客气。接下来战印开车，海童就在吃东西。海家村距离那个管城市区车程需要1个多小时，还是全程走高速。海童有近10年没有回过这个村子了，以前姐妹俩在寒暑假还是会回来的，但是每次回来爷爷奶奶都黑口黑脸的，
也不给他们饭吃，他们需要自己买米买菜做饭。这就算了，在后期，爷爷奶奶甚至把他们的东西都扔了，然后往他们住的房间里塞满了柴草、杂物，让他们回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父母双亡，爷爷奶奶算是他们血缘最亲近的人了，可是爷爷奶奶非但没有抚养他们，还霸占父母留下来的房子，再赶他们走，不让他们进屋。姐妹俩年轻，在村里也没有根基，哪怕有些人同情可怜他们，却斗不过爷爷奶奶。他的奶奶特别的泼辣，骂起人来能骂个3天3夜，村里没有几个人敢招惹他奶奶的。连清明想回来给父母上坟都不行，因为他们说他姐妹俩是女娃子，不给他们上坟，而是自作主张的过继一个堂哥给他父母当儿子，给他父母上坟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海彤姐妹俩还怎么回来啊？他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个过继给他父母当儿子的堂哥就是二堂哥吧？这是为了让二堂哥以后光明正大的霸占他父母留下来的房子、地基、田地啊。战印是生面孔，海彤也久不回村，很多人一时间没有认出海彤，倒是方便了海彤拍下了叔叔伯伯们居住的地方。当年爷爷奶奶要走了他父母的赔偿款分给叔叔伯伯们，叔叔伯伯们拿着那一钱，建房子的建房子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混得风生水起。如今呢，他们住的都是自建小别墅，在村里那是最风光的几家人了。回到自己曾经的家，海彤站在门口，着父母建好的房子，一起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海彤的心就像被堵住了一样，难受，鼻头泛酸，泪水在眼里闪烁。战印站在他的身后不远处，默默地着他，知道他此刻心绪翻飞，战印忽地就心疼他，很想上前给他依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位大婶路过，到海彤便停下来了，然后惊喜地问着：“哦，你是海彤吧？”海彤飞快地抹了抹眼角的泪，这才向那位大婶很快就认出对方的身份：“你是阿玉婶吧？他母亲活着时跟他母亲交好的一位族婶。”“是我啊，你回来了。”阿玉婶对海彤很热情，要不要去我家里坐坐啊？他用了那栋房子，对海彤说道：“听说你奶奶生病了，说要去市里的医院治病。你爷爷他们浩浩荡荡地送着你奶奶去了市里，他们都开着小车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陪着你奶奶去喝喜酒呢。平时不见他们那样积极，你奶奶一生病就积极起来，做样子给我们大家而已。”阿玉婶不上网，不知道网上的事，况且也才上了几个小时的热搜，还没有闹到人尽皆知的地步。阿玉婶他们平时不理我爷爷奶奶吗？也就是逢年过节买2只果来你爷爷奶奶了，你爷有退休金，加上当年分走你爸妈的那大钱，你爷奶吃穿用都不愁，听说他们存款现在有30-40万呢。阿玉婶又指着村里那几栋自建小别墅，对海彤说道：“那几栋小别墅都是你叔叔伯伯的，他们几家是我们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了。你爷爷平时最喜欢吹他的儿孙多么有本事，要不是当年这位是你男朋吗？”阿玉婶觉得海彤的叔伯们能过得这么好，都是2个老的当年不顾年幼的孙女儿咒师父母，分走了一半的赔偿款，再把那些钱分给其他儿子们，让他们有资金有底气才能混出头。如今海彤的哪个叔伯家里没有过100万的身家？反观海彤家里家破人亡，连房子都被霸占了，姐妹俩都很久没有消息了。今天能到海彤回来，阿玉婶是又高兴又替海彤抱不平，却无可奈何。这是我先生，姓战。阿玉婶惊喜地问：“你嫁人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“最近才领的结婚证，还没有举行婚礼。”“好好好，你爸妈泉下有知，也能安息了。”“哎，你爸妈那么好的人，却早早就走了。你们姐妹俩又被他们欺负得太狠，我总想着举头3尺有神明，什么时候神明替你们姐妹俩出气啊，让他们不得好似。可惜的老天爷无眼呀，那些人活得好好的。”战印朝阿玉婶点了点头后，算是问好，便掏出手机打开了录音功能，偷偷地录着阿玉婶和海彤的对话。在阿玉婶的热情相邀下，夫妻俩去他家里，还被热情地留下来吃了一顿家常便饭。饭后呢，
阿玉婶还小声提醒着海童，海童，知道你姐妹俩现在过得不错，我也放心了。就是你得小心点，别让你爷奶他们知道你们过得不错。现在你奶奶病了，听说是肝癌早期，要做手术，估计要花上1000。以他们的尿性，一旦知道你们过好了，肯定会厚颜无耻的叫你们姐妹俩出钱的。他们哪一家不比你们有钱啊？就算他们叫你们出钱，你们也不要给。当年他们说过的，只要把你父母死亡赔偿金分给他们一半，他们生不用你们姐妹俩养，死不用你们姐妹俩葬的。再说了，你奶奶儿女还有一大堆呢，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姐妹俩来出这个钱啊！你只要记住，在你父母刚死、尸骨未寒，他们就瓜分你父母的死亡赔偿金，不养你们姐妹俩，霸占你们的房子、田地，连上坟都不让你们去给你爸妈上坟，不出钱也不用觉得愧疚。阿玉婶既是与海童母亲交好，自是知道当年的事啊。当年他的叔伯们分到钱后，嫌他父母是横死的，死时都不足40岁，晦气，装病的装病，找其他借口的找借口，不想帮忙办后事。村长不过眼，把他们都骂了一顿，村里人也指指点点，他们才勉强凑过来帮忙把后事办妥了。就是他们太过分了。知道海童回来后，有些村民便来阿玉婶家里串门，由于海童的爷爷奶奶都不在村子里，大家没那么害怕了，提起当年事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言的说个不停，话里话外都是对海童姐妹俩的同情。站印把这些人说的话都录了下来，还把热搜的事告诉了村民们，并告诉他们会把他们刚才说的话当成证据进行反击。村民们得知站印录了音，有一种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。没有退路之时，他们想着既然都要得罪海家人了，干脆就做个好人，帮海童一把。于是大家又说了很多海家人当年做过对不起海童姐妹俩的事情，都让站印都录下来当成反击的证据。与此同时的管城市中心医院的住院部某间病房里，海老太太坐在床上，精神气特别的好。虽说她得了肝癌，她老人家心态好呀，加上又是早期，上去就像个没事人似的。海老头在给老伴儿削苹果，边削着苹果皮边问站在一旁的大孙子：“志明呀，你不是说你的办法很好用的吗？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见海童姐妹俩送钱过来的？你奶奶过2天就要做手术了，手术费、后续的医药费可得花上10几万，甚至好几十万呢。2个死丫头在市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肯定都混得不错啊，这钱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出。”海老头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，平时瞧不太出来，一旦需要用到钱，就特别明显了，舍不得让儿孙出1分钱，总要女儿孙女们出钱。这一次夫妻俩是打定主角要海童姐妹俩出这一钱的了。3年前海玲嫁人，他们没有要到30万彩礼钱，2个老家伙耿耿于怀呢。海志明淡定地道：“爷爷，你放心，已经有效果的了，我请朋帮我忙。现在还在热搜上，热度不退，很多网都在骂他们不孝，骂他们白眼狼，说爷爷奶奶养条狗都好过养他们呢。到不明真相的网替他们声讨海童姐妹俩。海志明觉得大快人心，报了海童拉黑他之仇。我让老二再写一篇后续博文放上去吧。老二是商事集团旗下分公司的高管，身边有小蜜，分分钟就能让小蜜写一篇博文出来。哎，网友吃瓜都喜欢后续的。